嘿嘿，别急别急，键盘先收起来吼。帮你知道小米 9T Pro 就在几天前发表了，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不过我们先收起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小米 9T 的评测，当然帮你也会说说小米 9T 跟小米9的差异。本期节目将会是4800万相机解析的下半集，千万不要错过喽。帮你也在这边提醒一下，没有看过上半集的观众，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观看邦尼先前推出的 Zenfone 6完整评测。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本期节目将不再说起已经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的重复内容，建议在观看完本期节目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接着前往小米9深度评测搭配观看。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小米 9T 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火焰红的设计，在光线照射下会有着接连出现的红色半圆。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是在炙热的火焰上又带点紫。近期的手机除了玩色，光影反射达成的渐变更是不可少。而在盒装配件部分，小米 9T 诚意的随附了包括直接给满的18瓦快充组，以及一个黑色类肤材质的硬壳，保护壳质感还算不错。不过在装上后就看不到机身了，类肤表面虽然触感相当不错，但同时也是比较容易留下指纹的质地，稍微有些可惜。而在机身配置部分，小米 9T 顶部配置了升降前置镜头，前镜头在升起时也越来越多招喽。除了大家都有的升降音效外，现在升起时在镜头两侧跟顶部更有隐藏在模组内的专属 LED 灯，让整个升降模组透出亮光。接着顶部还有被留下来的 3.5mm 耳机接孔、麦克风以及隐藏天线。左侧除了隐藏天线什么也没有，按键集中在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键以及电源按钮。底部则拥有单喇叭、麦克风、Type-C 转接孔以及双 SIM 双 4G 卡槽，不支援 microSD 扩充。手感上小米 9T 比小米9厚了一些，同时拿在手上也可以明显感受到重了一些，不过也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没有太大的问题。相机部分，小米 9T 由上到下分别搭载 f2.4 800万画素2倍光学长焦镜头、f1.75 Sony IMX582 4800万画素主镜头，以及 f2.4 1300万画素 124.8 度超广角镜头。在操作上跟小米9最大的差别在于，小米 9T 的3颗镜头支援全焦段的平滑切换，不再需要像小米9在左侧手动开启广角模式，只要用手指头缩放就可以切换到超广角咯。那邦尼也就不多废话，直接看样张。这集邦尼主要想验证搭载 IMX586 的机种究竟算不算旗舰级的拍照，所以邦尼这次对比会放更多在 IMX586 的特性上做解析，而对比的选择都是跟小米 9T 一样，采用4800万画素感光元件的机种。不过在感光元件上 ，Zenfone 6、OPPO Reno 以及小米9都是采用稍微更好的 IMX586。我们一样从日拍样张说起。在同样的1200万预设模式之下，可以看到小米9跟 Zenfone 6在 HDR 效果上更有优势，小米 9T 还是稍微偏弱一些，而 Reno 依旧存在色偏问题。放大来看建筑物细节，首先可以看到小米9的细节表现是四者当中最为优势，接着是 Zenfone 6以及 Reno， 而小米 9T 则是涂抹感较为严重。看到这边基本上可以印证小米 9T 所采用的 IMX582 虽然在基本参数跟 IMX586 几乎一致，不过在算法上还是有所差异。同样的场景，我们也来看4800万画素下的样张表现，可以看到在4800万画素下，各家 HDR 效果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差异最明显的应该是 Zenfone 6，在4800万之下 HDR 效果相对弱势，而 OPPO 家的色偏依旧存在。放大来看细节，可以看到在4800万画素下 Zenfone 6的油画感最为明显，而小米系列跟 OPPO 的解析都会来得更好一些。我们再来看一组日拍下1200万自动模式样张，这次我们就先不看 OPPO Reno， 帮你把今年在拍照上都更为优势的 S10 加入对比。作为 IMX586 的对照机型，结果应该很明显，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 HDR 效果上 ，S10 依旧有相当突出的优势存在。
接着来看日拍的逆光场景，可以看到小米 9T 跟小米9调校方向还是比较像，可说是几乎一致。但 ZenFone 6在逆光下 HDR 偏弱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邦尼也再三确认过 ，ZenFone 6是在1200万自动模式下，并且也开启 HDR 自动。不过在我们的其他组样张当中，不论是主镜头或是超广角，只要是逆光场景 ，ZenFone 6的 HDR 似乎都相对偏弱。如果是4800万画素下又遇到逆光场景，透过我们的样张可以很明显看到结果。邦尼会推荐 ZenFone 6的使用者以1200万自动模式为主。接着我们也来看一下超广角吧，因为 OPPO Reno 并没有超广角镜头，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收起来。我们换 S10 Plus 一起加入对比。首先我们先分别来看4只手机，分别标示的是 S10 Plus 123度超广角，小米 9T 124.8度， ZenFone 6 125度，小米9则是117度。不过以修正过后的最终结果来看，最广的是 S10 Plus 的123度超广角，而且还比124.8度的小米 9T 跟125度的 ZenFone 6都广上非常多。从最广开始排，分别是 S10 Plus、小米 9T、ZenFone 6以及小米9。不过以效果来看，小米 9T 在超广角下的 HDR 暗部会有紫光出现，而在夜拍下，我们把 S10 拿进来就看一组。在开启夜景模式前 ，IMX586 在右下暗部几乎都是黑成一片，而今年旗舰第一梯队的 S10 跟 IMX586 系列机种差异应该很明显。接着我们开启夜景模式，放大来看，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暗部，其他3只在夜景模式的加持下都有蛮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是跟 S10 相比之下，还是有所差距。整体来说，究竟近期最热门的 IMX586 表现如何呢？以邦尼测过的所有 IMX586 机种来看，在光源充足的环境下 ，IMX586 确实有不错的日拍表现，在细节表现也相当不错。不过，如果是在逆光以及夜晚当中 ，IMX586 还是有先天上的限制，在低光源拍照下，更与第一梯队的旗舰机种有蛮大的差距。如果要说 IMX586 能不能称得上旗舰级的拍照，邦尼认为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如果是以中高阶机种来看， IMX586 还是这其中的优势选择。那上半年的4800万感光元件大战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喽。想了解更多的观众，可以参考邦尼先前推出的所有4800万画素机种深度评测，包括 Galaxy A80、小米9、OPPO Reno、ZenFone 6完整评测。在这几集节目中，你都能看到 Sony IMX586 的更多成像特色喽。小米 9T 的重头戏当然就是这块萤幕占比 91.9% 的机械全面屏。小米 9T 搭载 6.39 寸 19.5:9 的 AMOLED 萤幕，并且支援 HDR 影音串流。那跟小米9的差别呢？不用多说，虽然小米9的萤幕在动态范围更高了一些，但小米 9T 少了个水滴，边框又窄了一圈的事实，很明显就是来以下犯上。以爽感来说，肯定是小米 9T 更好。此外，小米 9T 也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以及深色模式，大家关心的 DC 调光防闪烁模式，目前除了小米 9T Pro， 注意是 Pro 的版本确定会有外，小米 9T 的台湾版本跟红米 K20 一样，在最新的米 UI 稳定版的设定选单中都还没有相关选项，官方宣传也没提到，所以究竟支不支援，还是要等官方后续更新为主咯。而在音效上，小米 9T 抢先搭载了 Qualcomm WCD9375 Hi-Fi 级音讯晶片，也可以在设定中打开 Hi-Fi 选项。不过邦尼也必须说，要达到真正的 Hi-Fi， 还是要从底开始一路讲究，以及针对音讯输出特性的调教跟优化。如果大都还是听串流音讯，虽然差异存在，但效果并不明显。邦尼后续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聊聊。而在外放上，小米 9T 依旧配置单喇叭，在外放上还是会比较不平衡。效能部分，小米 9T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30中高阶定位的 SoC， 并且配置了 6GB 的 RAM 以及 128GB 的 ROM， 在AnTuTu 跑分达到207524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多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bonny.com 找到完整资讯。整体来说，小米 9T 所搭载的 Snapdragon 730足够顺畅运行目前大部分的主流游戏，在传说对决中，画质跟高帧率全开也还是可以顺畅运行。而在续航上，小米 9T 采用4000毫安时的电池，在邦尼团队的续航测试下，达到16小时又9分钟，表现非常优异。看到最近几只小米手机
也不难发现小米在功耗控制的调教上还是相对稳定。小米 9T 一天一充没什么问题，快充部分小米 9T 支援最高18瓦的快充，如果是重度使用者也可以快速回血。生物特征辨识上，小米 9T 采用了全新的第7代萤幕下指纹辨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小米9采用的还只是第5代呢。以实测结果来看，9T 采用的第7代跟小米9的第5代在速度上差异并不大，在更多时候更新后的小米9第5代感觉还快了一些。不过自从第一支萤幕下指纹辨识手机 vivo X21 推出后，第几代萤幕指纹辨识好像就没什么顺序，所以就大家还是来看邦尼的实测最准了。顺带一提，采用升降镜头的小米 9T 虽然也支援脸部辨识，不过启用时需要先点亮萤幕，再向上滑才能进到脸部辨识，所以既然都要碰到萤幕了，那还是用指纹辨识会快一点啦。通讯性能上，小米 9T 内建 NFC， 并且支援 Google Pay， 也支援最高 3CA 的载波聚合。小米 9T 依旧是在同级价位中，在各项表现都更为优势的选择。效能上搭载 Snapdragon 730的 SoC， 在效能表现上可以应付大部分的日常需求，电池也来到了更大的4000毫安时。而在影音娱乐上，萤幕采用全萤幕设计，并且再度收窄了四周边框，音效还是祖传的单喇叭，稍微可惜。拍照表现上，采用 IMX582 的小米 9T， 虽然与更高一阶的小米9存在些微差异，但以整体来看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小米 9T 也支援 NFC、Google Pay 等等，加上依旧顺畅好用的米 UI， 小米 9T 虽然是红米的身躯，但却依旧留着小米的 DNA， 也让邦尼更加期待有更多红米跟小米碰撞下的火花啦。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小米 9T 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